在90年代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大事，一颗名为苏梅克列维9号的彗星狠狠撞上了木星。这次撞击威力惊人，相当于引爆了3亿颗原子弹。整整6天，木星被这颗彗星分裂出的21块碎片轮番轰炸，撞击产生的巨大碎片柱冲上木星3000公里的高空。要知道，木星可是拥有超强的引力，这威力简直离谱。撞击的瞬间还将木星大气加热到惊人的3万摄氏度。撞击发生时，彗星碎片的速度快得吓人，达到每小时21.6万公里，其中最大的一块碎片直径有2公里。撞击扬起的巨大尘埃云持续了好几个月都清晰可见，在木星大气上留下的伤疤比它著名的大红斑还要显眼。但其实这种级别的撞击在太阳系里也发生过，整个太阳系到处都留有彗星和小行星猛烈撞击的痕迹。科学家认为，在白垩纪末期，地球就被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过，这很可能导致了飞鸟类恐龙的灭绝。不过，这种事件极其罕见，能亲眼目睹一次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那次撞击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能告诉咱们类似事件在地球上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吗？故事要从1993年说起。天文学家卡罗琳·苏梅克、尤金·苏梅克和大卫·列维在加州帕洛马天文台做研究时，发现了一颗被木星引力抓住的周期彗星。这很特别，因为太阳系里大多数彗星都是绕太阳转的。不过木星实在太大了，是8大行星里当之无愧的巨无霸，能把靠近它轨道的天体抓过来也不奇怪。木星周围很多形状不规则的小卫星，很可能就是被它捕获的小行星或彗星。这些天体表面的易挥发物质后来都消耗殆尽了。但这颗彗星还有其他奇特之处。首先，它个头巨大，撞击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科学家认为类似撞击的发生概率是6000年才会发生一次。其次，这颗彗星在撞击前是碎裂的，很可能是在之前靠近木星时被木星强大的引力拉扯撕碎的。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那极其扁长的运行轨道，天文学上称为高偏心率轨道。偏心率是用来衡量一个轨道偏离圆形的程度。0代表完美的圆，而接近1则意味着轨道非常扁长，甚至接近抛物线。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的轨道偏心率超过了 0.998， 换句话说，它的轨道扁长的离谱。天文学家们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这颗彗星有可能撞上木星。随着收集到更精确的数据，他们的怀疑变成了确定。很快，天文学家就预测撞击将发生在1994年7月的某个时候，全世界都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为了迎接 SL9 的撞击，天文学家们动用了一切手段进行监测，凯克天文台、德国的 Rosette-X 射线望远镜、NASA 的哈勃太空望远镜等等。然而，当彗星的第一块碎片在1994年7月16日撞向木星时，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咱们似乎要错过这场宇宙奇观了。根据 SL9 的飞行路线，撞击会发生在木星背对地球的那一面，这意味着地球上所有强大的望远镜都无法直接看到最初撞击的瞬间。这对科学家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但幸运的是，并非咱们所有的眼睛都在地球上，纯属巧合。NASA 在1989年发射的伽利略号探测器，在 SL9 最终撞向木星时，距离木星仅有1年的航程，它正好处于绝佳位置，能够实时记录撞击过程。伽利略号并非咱们唯一的远方帮手。1990年发射，用于监测太阳的尤利西斯号探测器当时也正对着木星。甚至远在约66亿公里的 NASA 旅行者2号探测器也被设定用它的紫外光谱仪监测撞击地点发出的无线电信号。每一个探测器都暂停了自己的任务，通力合作，只为帮助咱们见证这场非凡的事件。碎片里撞击木星后不久，伽利略号就观测到一个巨大的火球爆发，温度高达 2.4 万摄氏度。爆炸产生的烟云柱迅速上升到3000公里高空，这出乎科学家意料，他们没想到撞击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火球。几分钟后，大量被抛射出的碎片又纷纷坠回木星表面，猛烈燃烧，再次将木星大气变成了熊熊火焰。没过多久，木星自身的旋转把撞击点转到了面向地球的一侧。像哈勃太空望远镜这样的强大设备终于看到了木星上那个巨大的黑色伤疤。顺带一提的是，木星自转超快，一天只有10小时，这和你想的可能恰恰相反。行星越大，一天往往越短。彗星的撞击引发了强烈的冲击波，以每秒450米的速度在木星稠密的大气中传播开来。这仅仅是第一次撞击的结果。从7月16日到7月22日，整整6天，彗星碎片持续轰炸木星。其中威力最大的撞击发生在7月18日，碎片巨撞了上去。但是这次撞击产生的爆炸威力就相当于当时全球核武库总威力的600倍，留下了一个直径相当于地球的巨大黑斑。然而，虽然最初的撞击场面震撼，但撞击后的余波研究价值同样巨大。通过研究那些尘埃云，科学家们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窗口，得以窥探木星大气及其运动的奥妙。
此外，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木星浓密云层之下的物质组成，光谱分析识别出了被彗星撞击溅射上来的物质。他们检测到了双原子硫和二硫化碳以及硅铁镁等重元素。有趣的是，他们还检测到了大量的水，这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事实上 ，NASA 的朱诺号探测器的主要任务目标之一就是寻找这些水究竟隐藏在木星大气的何处。不过，这次撞击也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启示：巨大的天体仍然可能撞击行星。有一种理论认为，在太阳系早期，大型彗星和小行星的撞击要频繁得多。但苏梅克列维9号事件清楚地表明，毁灭性的撞击在今天依然可能发生。咱们这次是碰巧撞上目睹了一次极其罕见的事件，还是说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率比咱们想象的要高？别忘了，咱们拥有能观测这类事件的技术，也不过才8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一颗像 SL9 那么大的彗星撞上地球，那将导致地球上绝大多数生命灭绝。这在当时对全人类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冲击，经历过90年代的人都能作证。这也给 NASA 和各国防务机构敲响了警钟。在 SL9 事件之前，行星防御这个词根本不存在。但在此之后 ，NASA 承担起了监测近地天体的任务，目标是识别出地球附近直径大于1公里的小行星中的90%以上。在达成这个目标后 ，NASA 现在正朝着识别大于140米的小行星的目标迈进。不过，在你为此忧心忡忡、彻夜难眠之前，请记住，这类事件无疑极其罕见。而且 SL9 撞击事件或许还带来了一线曙光。你看，木星是个巨无霸行星，拥有强大的引力影响，加上它身处外太阳系，一些科学家现在认为它可能扮演着某种宇宙吸尘器的角色。咱们知道木星遭受彗星撞击的次数大约是地球的2000到8000倍，所以地球上之所以很少发生灭绝级别的撞击事件，原因之一或许是木星像磁铁一样吸引了这些彗星和小行星。这个论点甚至成为了稀有地球假说的一部分。该假说认为地球拥有一系列独特的环境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复杂生命的演化就不可能发生。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个假说，而且无论如何要证明它还差得很远。所以，虽然咱们可能还不知道一颗巨大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地球的确切概率，但 SL9 彗星撞击木星的事件无疑极大地增进了咱们对这类事件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毫无疑问是一场极其壮观的宇宙奇观，让全世界的观测者有幸目睹了人类肉眼所能见到的最震撼的动作场面之一。也许有一天咱们能看到更宏大的场面，但希望别离咱们太近。虽然之后也有其他爆炸性事件，比如2022年的汤加火山大爆发，但就目前而言，谁是冠军一目了然。人类在行星上观测到的最大爆炸非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撞击木星莫属。相比之下，其他事件都显得小巫见大巫。